校第一天，女孩就凭借美貌成为新晋校花。前校花因嫉妒头衔被抢，故意让女孩坐到校霸前面，好让她被校霸教训。要知道，上一个坐在齐战前面的女生被齐大少爷拿502胶水粘住了嘴，整整1天不准去医院。而不知道这一切的江南，由于昨晚没睡好，此刻正趴在桌子上补觉。临近上课时间，一群男生开着玩笑乱哄哄的走进来。战哥，听说一周昨晚，卧槽！叶静指着女孩的方向，一脸不可思议，居然还有人敢坐齐战前面，转校生都这么勇的吗？齐战看着座位上的女生，眉头紧蹙。叶静轻声开口：“哥，要不我叫他。”齐战没有回答，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。在经过江南的位置时，故意撞了一下他的桌子。不过江南只是歪了歪头，并没有醒。叶静几人对视着看了几眼，也各自回到座位上。上课铃声响起，张老师扫了一圈后，翻开花名册点了点人数。你们班还少一个人啊。对了，是不是还有个新同学？张老师翻出校长给他的电话号码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教室后排突然响起一阵手机铃声，每个人都齐刷刷的把头往后转，然后就看见趴在桌子上的江南从抽屉里摸出手机，小手划过屏幕。喂，对面没人应答，神经！江南把电话挂了，瞬间全班开始哄笑。江南抬起头，发现大家都在看着他笑，这才想起自己在教室。哎，同学，你是新来的转学生吧？来，上来做个自我介绍，让大家都认识你。才醒有些头晕的江南甩了甩脑袋，站起身来走上讲台。齐战看着他，谁会没事长那么漂亮？除非有病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南。江南。齐战轻声呢喃一句，好像在哪看到过这个名字。哥，你认识？叶静转过身子，凑近双眼紧盯着女孩的齐战，不认识。叶静还想问什么，看见江南下来就闭嘴了。放学以后，江南随着大刘走出教室，班里的同学都有自己的小团体，他刚来不熟，也无心和他们交朋友，但他似乎忘记自己长得很漂亮。长相太过出挑的人总是容易引起别人的注目，也能引起同性的嫉妒。这不，刚走出教学楼，一道女声从身后传来：“喂，站住！”江南没听见似的，继续往前走，叫你站住，你听不见啊？林雨柔见他没有停下，把书包丢到旁边小姐妹的手里，跑到江南面前，拽着她胳膊逼着她停下。你有病！江南甩开林雨柔的手，看着面前比他矮半个头的人，你特么才有病！我叫你站住，你为什么不站住？林雨柔往后退一步，不想被江南的身高压倒她的气势。江南甩了甩手，正是放学高峰期，周围还有很多同学看戏一般的盯着他们。江南很不喜欢这种感觉。齐战一群人慢悠悠的才从教学楼出来。哎，战哥，那不是你女朋友和新来的转校生吗？陈阳指着前面剑拔弩张的两人。齐战睨了一眼陈阳，张口道：“是前女友。”说了之后也没管旁边人，淡定的表情站着不动。他倒要看看敢坐在他前面的女孩能拽到什么程度。林雨柔嘲讽的笑了一声，听说你是战哥他们班新来的转学生。江南也不认识什么战哥，听他说那就是了。江南摸着自己扁扁的肚子，只想找个烧烤摊吃烤串，你给我离他远点，否则……林雨柔做了个握拳的动作，江南一脚踢在了林雨柔的小腿上，少威胁我！林雨柔坐在地上发出杀猪般的叫声，脸上的表情很是痛苦。江南看着林雨柔后面的一众小姐妹，找个地方一起上，老乡就行。林雨柔身后一个高马尾的女生上前把倒坐在地的林雨柔扶起来。江南眯了眯一眼，觉得这女的不是善茬，至少比地上没脑子的林雨柔多带了个脑子，老像是学校背后一条骨象，常为痞气少男少女提供战场。雨柔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吧？你这样踢她，是不是有些不好？高马尾的女生放下书包，朝着江南走来。江南给了高马尾女生一个白眼道：“耐踢你。”盛莹开口道：“你试试。”江南轻轻地放下书包，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双手抓住盛莹的肩膀，腰腹用力一个过肩摔，砰！盛莹狼狈地跪趴在地上，过了一会儿才艰难地双手撑地，想爬起来，但江南比他更快，单手拎起盛莹的衣服领子，一拳打在她下巴上。这不就试试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其他人还有要试试的，尽管来。又看了看林雨柔背后的那帮小姐妹，你怎么随便打人？林雨柔没想到江南是真打人啊，她以为就开玩笑的，她哪会打人啊？空气安静了几秒钟，江南捡起地上的书包就走，还没走几步，对面走来一帮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为首的赤双眼色眯眯地盯着他，怎么着？打了人就要走？美女，新来的不懂这片的规矩啊！江南看着那赤胖子猥琐的眼睛，心里一阵恶寒。虎哥，你得帮我们打回去啊！他刚刚还打盛莹了。盛莹的跟班张力跳了出来，毕竟胖虎惦记盛莹也不是1天2天了。果然，胖虎一听盛莹被打了，脸色一变，抬起手冲过去就要掐江南的脖子。胖虎！江南身后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，这片什么规矩？齐战站在江南的身后，双眼直视胖虎。怎么，齐战，今天这事儿你也要管？和你没关系吧？胖虎看着江南身边的齐战，咬牙切齿。齐战答非所问道：“打女人算什么本事？”胖虎怒道：“你特么多管闲事，管疯了吧？老子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！”他忽然出拳，一记拳风向齐战劈去。齐战侧身一闪，抬起脚就给了胖虎肚子一脚。胖虎身后的弟兄看着胖虎被打，也加入了战斗，场面一片混乱。齐战这边就4个人，胖虎那边有10几个，还有一些居然带了刀。齐战一个没注意，手被人从后面划了一刀，砰！江南跳上去，重重的给那男的脸上一拳。半小时后，烧烤摊上，新同学，你刚刚真的太帅了，你一女的这么帅，让我们男的还怎么活？叶静觉得好没有天理，刚刚他打的那一记拳真的太帅了。江南侧身看着齐战，只是用纸擦了擦的手臂，上面还有干涸的血迹。等着，来的时候他看见烧烤摊前面好像有一家药店，买了一些药和绷带。江南把东西放桌上让齐战包扎。齐战看着桌上的东西没说话，这玩意儿他家医药箱里一
大堆，那刀有点生锈。江南喝了口水，还装得跟没事人一样，用 S 市方言嘀咕了一句。齐战一下子愣住了，你也是 S 市的人啊？叶静双眼放光盯着江南，江南点点头，哎呀，我也是 S 市的，老乡老乡。说着，叶静就要去握江南的手，突然，叶静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江南 S 市的江南，江市的江南，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。齐战拿了一串土豆塞进叶静嘴里，我马上吃。江南已经在新班级上了1个星期的课，除了和收作业的课代表说过几句话，剩下的连点头之交都没有。齐战他们几个从那天晚上之后就没来过学校，只不过他并不关心，这和他没什么关系。中午放学，他连家都没回，径直去了上次的烧烤店。烧烤店的老板是2口子，江南点好菜就找了个位置坐着玩手机。我听说昨天齐战和胖虎又干架了，胖虎断了条胳膊。坐江南身后座位的白衣男对着另一个黑衣男说：“可不是吗？听说是齐战为了个女的打胖虎，胖虎不甘心叫了20几号人，背后搞偷袭把齐战打了。齐战为了女的。”白衣男忽然加大音量，又意识到在外面，放低了声音：“怎么可能？齐战为了女的打架？你说母猪会上树我还信，他之前的几个女朋友不都没管过？”黑衣男的见白衣男的不相信，解释道：“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胖虎的兄弟，那天打架他也在。齐战就是为了那女的，那女的好像还是混血。”江南听到这里，有些明白齐战几个为什么没去上课。火速吃完东西，他给班主任打了电话，要到了齐战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。一下车，入眼的都是别墅群。他走到别墅门口，按响门铃，没人开。他再按了一次，这次门开了。齐战单手毛巾擦着头发，赤裸着上身探出头，有事？冷漠的嗓音加上一脸不耐。江南撇撇嘴道：“听说你那天晚上又和胖虎打架了，来看看，不关你事。”齐战说完就要关门，啧，他也没说关他的事。江南2手抵着门，这下换齐战愣住了，随即开口道：“然后呢？”齐战低头看向比他矮大半个头的女孩，五官精致，有着绝对的顶级神颜。再见。江南皮笑肉不笑，转身回家。竟然不关他事，那他就走呗。看着江南转身就走，齐战内心深处像蚂蚁爬一样痒痒的，来不及思考为什么，腿已经迈了出去。等一下，齐战2大步跨出门去，扯住江南的手腕。他回头看着齐战，满脸的问号，帮我个忙。过了一会儿，齐战才开了口，帮忙可以，先放手。他举起被齐战抓住的手，等齐战放开他的手后，江南才转身走进了别墅。齐战愣在原地甩了甩头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一遇到这个人就感觉被下了降头一样，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鬼使神差的拉住了他。怎么会有人手那么细，感觉一使劲就会断了。想到这里，齐战整个人更加烦躁。什么忙？江南坐在沙发上，抬眼四处打量着这个房子，整个客厅都呈灰白调，落地窗帘紧闭，和他这个人一样阴沉，让人猜不透。上个药上哪？江南随手翻了翻药箱，找出他平常惯用的几种药。齐战没回答，只是转过身露出自己的后背，清瘦白皙的后背上大伤小伤横纵错杂，一道比一道触目惊心，看来是新伤添旧伤，真丑。江南的手触碰到齐战的背上，游刃有余的给他上药。你说什么？齐战转过身，看着正在往手指上抹药的江南，伤疤丑。他转过齐战的身子，继续往伤口周围上药，丝毫没发现面前的男生脊背紧绷，双手手指紧紧握着，漆黑如墨的眸子内蕴藏着一股暗火。齐战没回应他，只低头看了一眼。客厅里很安静，只剩江南上药时抬手间衣袖的摩擦声。明明只过了几分钟，齐战却感觉已经过了1个世纪。好了，他把剩下的药放进医药箱，起身找到洗手间洗手。再回来的时候，齐战已经把衣服套上了，从冰箱里拿出瓶饮料递给他。你留档的电话号码不是你的。江南接过饮料，才想起之前那通电话以及电话里摔东西的声音。你打了电话了？齐战嗓音沙哑的厉害，一如刚才电话里男生的沙哑。江南挑挑眉，不置可否。他说什么了？有摔东西的声音？摔东西？齐战双眼盯着江南，顿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走。”他拿上手机就走。江南也没问，跟着出去了。两人上车后都没有说话，连彼此间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。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闭嘴，但江南还是问了句：“你是持证上岗吧？放心，撞不死你。”齐战冷哼一声，突然加速，连超前面2辆车，车子开到南家最破的一处地方停下。这里是连开发商见了都直摇头的郊区老破小筒子楼，钉子户太多，车没法开进巷子。两人徒步走进去，跟着齐战7拐8拐，终于在一家独院红色吊漆铁门前停下。江南看着齐战低着头，拿出手机在通讯录界面上点了几次都没有拨通电话。他不会好奇的去问为什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，但是他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在这傻站着。于是江南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，电话响了2声被接起。齐战在你家门口。说完挂断了电话。还在犹豫的男生突然抬头，他脸上错愕的表情没有逃出江南的眼睛。找我什么事？红色吊漆铁门从里面被打开，走出来一个少年，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嘴角有一处淤青，虽然长相不如齐战冷毅俊俏，但一副为人气息斯文败类的样子，也是现在大多数女生喜欢的那样。一周，江南突然开口，带着不解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认识他？齐战回头看着江南，好奇开口，关你屁事。江南没给齐战说话的机会，转身走出巷子。他坐在车里，回想了一下刚才遇见一周的情景，大概有7、8年不见了。一周的变化很大，看他的穿着和住的地方，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，想太多头疼，索性拿出手机玩起了游戏。齐战和一周没聊几句，大半时间都在沉默。水泥地上扔了7、8个烟头，走了。齐战招呼一声，转身就走了。齐战回到车上的时候，江南已经睡着了，看着女孩安静的睡颜，完全没了白日里的嚣张气焰，瞬间觉得顺眼了不少。启动车子，两人回了城里，刚到门口，就见地上蹲着俩人玩手机。听见车声，抬头一看是齐战的车，赶紧站起来拦住。叶静扒着车窗拉后车门，嗨！江南被吵醒，放下车窗，看到外面的叶静和陈阳。叶静的嘴巴张得很大，仿佛要塞下一个鸡蛋。你们来这干什么？齐战一只手挡住方向盘，另一只手点燃一根烟，手搭在车窗上，怎么看怎么痞。哥，来问问你，今天还去不去雅舍？其他几个兄弟都等着了，就差我们。战哥，你不会是忘记孙鹏宇那小子今天生日吧？陈阳觉得齐战准是忘了今天
啥日子？以孙鹏宇那脾气，齐战不去，不得磨死叶静他俩。那小子今天生日，齐战捏捏眉心，还真忘了。你们去吧，我回家。江南见状，打开车门准备回家。陈阳和叶静当即开口阻拦，让他一起去雅舍。江南没有急着回应，而是转头看向车里的人。车里的人也不说话，只是自顾自地抽着烟。你邀请我？他很自然地看向齐战，不请自去的习惯他没有。滚蛋！啧，那我不去。江南转身要走，邀请你。齐战真是服了这女人，能打能做能闹，还能噎他，还有什么他干不出来？那就去呗。到地方后，江南没想到雅舍是一间 KTV， 几人一起上了5楼。你们先上去。齐战侧过头交代了叶静几句，往前走了。江南跟着叶静、陈阳进了包间，包间门一打开，里面的声音立马传出来，鬼哭狼嚎，简直要人命。包间内男男女女20多人，男帅女美，里面的人见外面有人进来，关了麦克风。静哥、杨哥、孙鹏宇走过来往后看了看，战哥没来，语气有些失落。是在洗手间。陈阳低笑一声，这小子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爱黏齐战。齐战被烦得不行。江南坐在沙发上，旁边的叶静和陈阳正在抢话筒，而他面前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江南，你还真是脸皮够厚的。盛颖冷哼一声，挤开了叶静，坐在了江南边上。太平洋你家的。江南放下手中的叉子，坐直身体。盛颖不屑道，太平洋是不是我家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天的生日聚会。江同学不觉得尴尬吗？这里可没几个你认识的人吧？看来江同学的脸皮厚度称第2，应该没人敢称第1吧？江南看着他，淡笑道，尴尬不尴尬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倒觉得你挺尴尬的。好了，伤疤忘了疼，你忘性还挺大。盛颖身体一僵，这明显是在提醒他那天被打的事实。别太得意了，江南，这里是南家。盛宁看他的衣服也不是什么牌子，不知名的小杂牌，顶多是家里边有点小钱，送他来家里这种私立中学。我说过，别威胁我，我的耐心已经消失殆尽。江南，我警告你离齐战远点，那是林雨柔男朋友，你也不想被人骂小三吧？盛颖也不拐弯抹角摊开来说。江南愣了一下，直言道，你喜欢齐战？你胡说。盛颖一下脸红了，江南居然猜到他喜欢齐战。喜欢一个人不丢人，你比林雨柔多带了个脑子，他都能和齐战在一起，你努力应该也可以。江南说的一本正经，身后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哦是吗？江南回头一看，不知道齐战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他身后。